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播客里，我想聊一聊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荷兰的生活是怎样的。由于我有很多的同事和朋友也都是外国人，也就是非荷兰人，所以我也会结合我对他们的观察来聊一聊在荷兰人的大多数的情况吧。当然，从我的角度而言，也会稍微聊一聊对于一个不仅仅是中国人，更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荷兰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我来这里之后经历的一些文化冲击，也就是 culture shock。其实本来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可聊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日常。但是在 Patreon 上有一个朋友聊天说，他来荷兰旅游之后对这里外国人的生活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想着，那不如就聊一聊。结果当我思考这个话题的大致的内容的时候，发现其实真的还有蛮多可以聊的，所以这一期就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说说我的日常吧，在荷兰作为一个上班族而言，那从这个日常里，你大概也能够看到大多数荷兰人以及在荷兰居住的人，不管是外国人也好，还是本地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那我现在是在荷兰的一家小公司，也就是20多个人的这样一家公司工作。那我一周去办公室工作3天，2天是在家办公，当然这个是相对灵活的，你可以2天在办公室办公，3天在家办公也都可以。那我人是住在海牙，但是我工作的公司办公室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每次当我需要去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都需要从海牙到阿姆斯特丹。这一点其实至少对我很多中国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事情，也就是跨城市工作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在中国，其实一个城市很大，那当你可能比如说从上海的某一个，都不说从东面到西面吧，可能从东面到市中心坐地铁都要1个多小时的这样一个距离而言，跨城市工作是基本上很困难，或者说很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荷兰就很不一样，在荷兰跨城市工作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几个原因吧，一个是因为荷兰这个国家本身就很小，所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相对来说距离会短很多，并且在荷兰的公共交通还是非常发达的像城市之间的火车，基本上大站的话可能每10分钟、20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所以每次当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先是坐火车，可能40多分钟就到了阿姆斯特丹，然后再坐2站地铁就到了我工作的公司，所以整个流程下来单程是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当然这个通勤时间相对还是比较长的，但跨城工作这件事情
在荷兰的确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当然，居家办公也是很常见的。如果要我每天都这样花2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难以接受吧。那我工作的公司虽然只有20多个人，但是一半都不是荷兰人，大部分都是英语母语者吧，外国人当中。因为我们公司的很多客户都是美国的客户，所以对语言的要求会，特别是英语的要求会高一些。但是现在在荷兰的就业市场来看，其实可以说一半吧是需要荷兰语流利或者是母语水平的，并且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这在整个欧洲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那在我工作的公司办公室的气氛相对比较和谐，关系我也觉得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诸如在中国的打卡机制。打卡就是说你需要每天让老板知道你什么时候上班，然后什么时候下班这样。我们公司还提供午饭。为什么我想提午饭这件事情呢？因为荷兰的很多公司一般是不提供午饭的，如果就算是提供，可能也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白人饭，就是要么是三明治，要么是沙拉。那在荷兰而言，三明治更是基本上所有荷兰人饭选择。但是我们公司在的这栋楼提供的午餐的选择还是比较多样的，会有一些热食，这对于很多荷兰公司而言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工作的地方一般是5点半下班，但我们公司有一些人可能4点半到5点就离开办公室了，然后回家之后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健身房，或者去参加一些运动俱乐部的活动，或者是在比如说荷兰有一些成人大学吧，也可以在那里上课之类的。所以下班之后还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那周末也不需要加班，可以去比如说自然里走一走，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我的话一般周末就会去做室内攀岩，也就是 bouldering。在荷兰有很多的攀岩馆，在我家附近可能走路15分钟这样就有2家。那有时候其他人也会和朋友去见面，去博物馆看展之类的。我觉得整体在荷兰的生活就是比较轻松吧，比如说居家办公，比如说下班之后也不需要加班，然后同事之间甚至是邻居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应酬，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我刚刚提到我有很多的同事都不是荷兰人，那这些同事其实和我的生活状态有一些不一样。最大的一点就是我非荷兰人的同事里可能80%都是住在阿姆斯特丹的，除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比如说我的男朋友是荷兰人，所以比较容易去其他城市定居。那我又有一些同事是之前在荷兰的鹿特丹或者是代尔夫特这里上过大学，那自然就相对容易的在这些地方找到租的或者买的房子，然后在这里住下来。但如果是一个人单身的外国人的话，大多数都会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其实我蛮喜欢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的，只是我不喜欢那里常年有很多的游客，尤其是在市中心。那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区域
其实是非常好的，非常美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在运河附近的地方，非常适合去走一走呀，或者是去那里散散心之类的。但是阿姆斯特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物价非常的高，租金非常的贵，房价也非常的贵。我之前听我的一个同事说，他在阿姆斯特丹稍微市中心的一个地方需要花2000欧租一间卧室，甚至都不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公寓，只是一间卧室而已，就需要付2000欧的租金，并且这个租金有逐渐上涨的趋势，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里的物价非常高。那用同样的钱或者是租金，在其他城市可以找到方便很多的地方，以及条件好很多的房子来住。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在地铁上稍微注意一下，可能会发现可能一半的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不说荷兰语，他们只说英语。因为怎么说，很多荷兰人其实不愿意住在阿姆斯特丹，就是因为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原因。但阿姆斯特丹除了城市本身很有特点之外，在那里也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尤其是用英语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博物馆呀，或者是去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呀之类的，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用英语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的话，在荷兰其他城市就会稍微少一些。那如果我们跳出不同城市的比较，来看看荷兰整体，我的感受是怎样的。首先说一下好的地方吧。我觉得荷兰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点就是这里的人是比较直接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直来直去的这样一种交流方式，但是对我而言这是相对轻松一点的，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在中国，我的性格其实并不是很吃香，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我偏向于直接的交流方式，也不愿意去撒谎呀之类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在中国的职场或者说社会的环境里，并不是很能够聪明的去处理一些情况吧。但是在荷兰就相对轻松一些，对我来说。那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工作文化，尤其是和中国比较起来，在中国很大的一个职场上的文化问题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有自己的时间，需要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给到工作上，也就是说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都需要加班，请假也很困难等等。虽然我不能说荷兰的职场文化是完美的，但是相比较之下的确是比国内要轻松很多，更有人性化一些。然后在荷兰的就业市场上有一些非常正常的事情，在中国也是很难见到的，包括兼职工作。比如说我工作的公司有好几位同事一周只工作4天而不是5天，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然后做 freelancer 也很正常，放长的年假 sabbatical 也很正常， gap year 也很正常，但这些在中国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如果你想说我想休息1年，可能别人都会投来很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家里人可能也不太会赞同这样的做法，但是在这里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最后一点就是这里的人他也不太在乎你穿什么，
我之所以想提这一点，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和我的日语的语言伙伴在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他来了荷兰之后，穿衣服和买衣服不像以前那么需要花费心思了。他以前住在东京，然后每个月每个季节都会去想，我需要买什么样的新的衣服，给到这个新的季节。但是在荷兰，大家一年四季都是穿着冲锋衣，然后穿着徒步鞋，所以你就不需要去花这么多的心思在自己的穿着打扮上。当然也有人他会去注意这些事情，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这在上海其实也是一样的，在上海也会有很多人花很多的心思在自己的头发发型上，在自己的穿着上，甚至是医美。但是在荷兰真的就是可能一两件外套就够了。对我而言，我觉得还蛮轻松的。当然这个国家也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吧，对我而言。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里物价的确相对于中国或者说欧洲大部分国家，除了北欧之外都要高。那这个物价体现在不仅仅是去餐厅，对吧？去博物馆看展之类的活动而言，就是每天去买菜，去买日常用品之类的事情都会很贵，特别是和荷兰的邻居德国比起来非常的贵。然后这里的税也很高，对于超过了一定标准的收入来说，50%都需要交税，个人所得税。那公司的税相对也是比较高的。这也许不仅仅是荷兰的情况吧，可能在整个欧洲都是这样的，就是它并不是非常鼓励你把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然后对于有钱人或者说收入相对高的人来说，他的税负也非常的重。然后这样的一些税就会被用到一些社会的基础设施或者是救济项目上，所以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了。那第二个相对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就业市场是越来越难了，尤其是想到荷兰工作的外国人非常的多。当然我其实也是当中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在这里想找工作的人来说，的确这里的就业市场非常困难。可能比如说你在领英上找到一个岗位想投递，然后发现可能投递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个，然后可能 HR 真正收到的申请可能有好几百个甚至是上千个这样的申请。那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想找到一个工作的确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第三点是相对有争论性一点的，那就是交朋友困难这件事情。我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外国人，那他们也都说到在这里和荷兰人交朋友很困难。那有的人说是因为荷兰人他相对圈子比较小一些，那如果在这里出生长大，对吧？那可能你就会和自己从小就认识的人一起去做很多事情，也没有更多的心思去结交外国人。所以对于来这里居住的外国人而言，交朋友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想这对于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交圈，那为什么要和一个外国人去做朋友呢？所以最后一点，我还是相对保有怀疑态度的。那最后一点，我想聊一聊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其实对于我而言，
真正能够算上文化冲击的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来之前就有心理准备，对吧？这是一个新的国家，会有很多事情和中国不一样，所以当我抱着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也都能够接受。但是有一点是我觉得蛮难习惯的，那就是这里的待客之道，也就是他们是怎样接待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和客人的。在中国，如果你有人来家里看你，那一般作为主人而言，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你需要准备一些零食，你需要准备很多的食物。那如果是正好赶上了午餐或者是晚餐的时间，那你也需要准备很多的大餐吧。但是在荷兰情况就不一样，如果你的荷兰朋友准备了一些零食，你就需要觉得很感激了。就这一点而言，的确和中国还挺不一样的。所以每次当我有邀请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我都很有压力，因为总想着需要多准备一些东西，但是我的男朋友就觉得很轻松，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稍微买一些喝的吃的就够了。那播客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来荷兰玩的一些目的地吧。因为刚刚有提到荷兰很小，所以就算是只在这里待1周不到的时间，我也推荐你去几个不同的城市看看。那首都阿姆斯特丹自然不用说，需要去看一看，但是我建议除了那些游客很多的地方之外，我也很建议你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其他的一些人相对少一些，但是是在运河附近的一些区域去走一走看一看，会更有味道一些。那第二个我推荐去的地方就是我住的城市海牙，以及这附近的鹿特丹和莱顿。那海牙它相对阿姆斯特丹会更稍微现代化一些，同时这里的是荷兰国王的居住地，所以也会有一些王宫之类的，所以可以去看一看。那鹿特丹的话，它完全和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氛围很不一样，因为它整个城市大部分都是新造的。在2战的时候，鹿特丹是荷兰唯一一个被轰炸过的地方，所以它的城市，尤其是市中心那一块，是完全被重建的。那建筑和荷兰的其他城市就很不一样。最后一个我推荐去的地方就是乌特勒支，它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东南部，稍微30分钟火车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搬来海牙之前，我是住在乌特勒支的，那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城市，市中心有运河，但是它的运河周围的房子风格和阿姆斯特丹很不一样。然后乌特勒支我也觉得它的绿化做得非常好，比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都要好，非常适合在这个城市里花1天的时间从一端走到另一端。那我之所以搬离乌特勒支，是因为我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荷兰的城市，没有多少能够用英语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搬到了海牙，相对来说比乌特勒支更国际化一些，但又不像阿姆斯特丹那么国际化。那以上就是我想聊的关于我在荷兰的生活，没想到一聊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你对荷兰感兴趣，想搬到这里住，或者说来这里旅游，又不知道哪里更适合的话，欢迎给我发信息，我们可以聊一聊。那这一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